你为何总盯着他？让你们的人把门打开吧。怎么办？这么快，请吧。就是他抢了师傅的遗体。验尸可有发现？禀告方首座，尸体并非病死，死因另有疑点。胡扯！我师傅分明是病死的。既然有疑点，那就听我们风仵作说一说。各位意下如何？我乃霍宗耀之女霍代容，就依方首座所言，先听听验尸结果如何。如果家父真的为人所害，还请神捕营与安贞营做主，查明真相。好，诸位请进，容我一一道来。我有点看不透他。你是说霍将军的女儿，霍代容？啊？那小姐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她不像是个坏人啊。她一眼就识破了我的身份，绝非等闲女子。你虽穿着福禄袍，可你脚上的靴子却是官靴。你是钟雪曼？她这么厉害啊！那天她又骗我去霍府卧房，让我撞上了霍夫人，害我身份暴露。之后又有意讨好于我，不知是何居心。这个霍小姐确实不简单，眼下线索还不够，还得再去一趟霍府。啊，得去。师妹，师兄，有心事。看起来霍宗耀的案子确实和叶莎无关。目前看来，确实如此。即便霍将军是他杀，但目前的嫌犯里，霍夫人也好，弟子也罢，哪怕是那个霍代容，杀人动机都局限在霍府宅院之中，既关联不到海牙，也看不到和叶莎的牵连。所以我才担心。你担心白忙活一场，就算我们破了此案，也与我的清白无异。案情复杂，可你的身体……我理解你的顾虑。难解，就不必再多言。燃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但你首先是神不营的捕快啊！即便霍将军之死只是个巧合，即便这个案子真的只是家族宅斗所致，也与叶莎没有任何关联。可他毕竟是一条人命啊！作为神不营的捕快，我们不该分神私立其他，不能让自己的私心大于公义。我时常想起师父3年前对我的训斥，说我的心里对生死没有敬畏，我不以为然。文明，你太骄傲，甚至是自负。叶莎比你之前遇到的所有对手更加可怕，她善用人心，而你那颗骄傲躁动的心，就是你最大的弱点。一旦被她利用牵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等我明白的时候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当捕快了。师妹，你还记得师父过去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吗？克己奉公。克己奉公，至公无私。李大哥已经遣人告知过钟捕快要来，姨娘身子不好，
正在里面歇息，特意让小女在此等候。齐音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来。是。钟捕快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小女必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有劳霍小姐了。这位是神不应捕快童双。童捕快，请喝茶。你为何总盯着他？说来还真是有缘分，童捕快的容貌萧似小女的一位故人知己。那倒是巧了。不知霍小姐的这位故人知己现在何处？他出门远游，至今未归。我们也已经多时未见了。我听李公子说，霍将军身亡当晚，霍小姐你也在场，而且霍将军身上的伤痕也是霍小姐用脂粉掩盖的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既然你知道将军的死因，那又为何骗我？既然二位已经查明了家父是自己掐死自己，何苦又来讯问小女呢？因为案情还有疑点。当然有疑点。家父平日安稳无虞，也没有任何烦心事，为何突然要自寻短见？小女虽为亲眼所见，可眼见未必为实，所以对家父之死，小女也心存疑虑。那日小女对钟捕快所言，句句属实，毫无虚假。那验尸之时，为何不直说？二位大人明鉴，小女虽为霍府千金，可于这霍府，实在是人微言轻。当日之举，实为自保。幸得神捕营各位大人英勇无畏，揭开真相，家父之死才有昭明可能。小女在此，谢过二位。吴伯，怎么这个点来收拾了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快走吧。你怎么装扮成这副样子？霍代荣帮我打扮的，为了躲避诸葛孔云的查看。霍代荣，他识破了我的身份。啊？他认出了你，还帮你逃脱。你们还真是故人知己是吧？我之前真没见过他，我发誓我真的没见过。哎，那肖大哥，那他为什么帮你啊？他让我帮他查清他父亲死亡的真相。他的话不足为信。没错，霍府水深，霍代荣极为聪慧，令人难以捉摸。只不过目前看来，他应该并无害我之心，而且他还跟我透露他父亲死亡的一些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既然霍小姐也觉得霍将军之死有蹊跷，以霍小姐之聪明，心里不会没有怀疑之人。霍夫人。霍夫人。没错，家父虽然脾气暴躁，可从未出手伤人，但半年前，家父突然变得古怪。渐渐暴虐成性，稍有不快，便会出手伤人。我姨娘的病，我姨娘若说是伤心过度，还不如说是被家父折磨出来的。那你为何会怀疑霍夫人？我询问过医师，人若是神志清明，断不会对自己人下如此狠手。所以我怀疑家父是被人下了毒。家父平日的吃穿用度，包括用药，都是霍夫人在管，他的嫌疑最大。但我也只是怀疑，我没有证据，所以想调查清楚。霍代荣说，霍夫人
是霍将军5年前续弦取的，入府时16岁。那原配夫人呢？原配夫人5年前便去世了，也没有留下子女。那天我观察霍夫人，她行事轻佻，不似大家闺秀。霍德荣还说，霍夫人的父兄经营着兵器作坊，霍夫人嫁过来之后，那作坊变成了军中指定合作之处。拿自己亲生女儿的幸福换取家门富贵，还真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啊！背后是否有交易，霍小姐也不清楚，只是说霍夫人嫁过来之后并不开心，整日郁郁寡欢，闭门不出，也不与人交谈。直到3年前，她才好转，脸上多了一点笑容。3年前，霍代荣对霍夫人怨念颇深，也不能只听她的一面之词。这霍夫人，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见上一见。这个霍小姐深不可测，你还是不要再在霍府出现了。如果真的是霍夫人的话，霍将军的死，那就和叶煞这个无关喽。霍将军死在我们这个查案的当口，也许真的是巧合。不管怎么样，查清楚再说。你们看，霍府还在治丧期间，这薛先生这会出来干嘛？去看看。我们俩去。风武座，你回去查验一下药物。别跟太近，容易被怀疑。这人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不是干什么好事。走。这里位置隐蔽，远墙高筑，门口有专人把守，定有蹊跷。以我之前在京城查案的经验来看，这里面很有可能是黑赌坊。黑赌坊和外面的赌坊不一样，外面的赌坊都受朝廷监管，凡是参赌的人都会登记在册，而黑赌坊却不用，不仅不用监管，赌注也不小。看来这薛先生不仅好赌，赌注玩的还不小呢。那就奇怪了。他一个弟子的日常阅历，怎么可能去得了这种赌坊？他钱哪来的？有人来了。东西还给我。好啊，再拿500两，东西就给你。说好这生意有点耳熟，你就把东西交还，怎么又是500两？怎么，整个是他的家业都在你们手里，何止一个500两？你，让我好好玩2把。你盯住薛先生，我跟着他，咱们顶风可见，你小心。只要你愿意跟着我，哥哥保证你以后过上风光无限的日子。真的吗？我不信，薛大哥莫不是骗我？柔妹，你不信我，我这就把宝物给你取来，让你看看。你等着，柔妹。
没告诉你是什么宝物。跑哪儿去取了？这么久都不回来。风仵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这怎么了？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你手里的刀是怎么回事？刀？人死了。薛千山怎么死的？不是我杀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把凶手带走。等等，事情还未查清楚，还查什么？难道你是要看我们霍府背面满门才满意吗？